那年回老家前，我在别墅大院的水池里放了一群食人鱼，书房里还养了条巨型玉米蟒和一窝黑毛蜘蛛，就静静等着前女友苏婉晴找上门来。上一世的春节是我挥之不去的噩梦。苏婉晴趁着我返乡，偷偷带着全家霸占了我的别墅，不仅睡我的床，开我的珍藏红酒，他那2个外甥还把我满屋子的限量版手办砸得稀碎。年后我回到家，看着一片狼藉的屋子，气得浑身发抖。找他追责时，苏婉晴为了道德绑架我，竟直播假装自杀。不明真相的网友瞬间将怒火撒在我身上，他们砸了我的公司，用臭鸡蛋堵我家门。苏婉晴的姐姐林芷薇更是开车把我撞飞10米远，让我含恨而终。如今重生归来，我绝不会再重蹈覆辙，一定要让他们过个终生难忘的年。我连夜喊来发小，把水池里价值超200万的锦鲤转移到他家暂养，绝不能让这家人糟蹋。锦鲤捞空后，我给玩爬宠的朋友打电话，说想养点凶猛玩意儿镇宅。第二天一早，朋友就送来了1大箱食人鱼和2只大鳄龟，还有这2只大鳄龟成年个体，闻到血腥味能3分钟把一只大鹅啃成白骨。够劲不？别让它爬出来。我让他把食人鱼倒进池塘，铺上浮水，水草掩盖踪迹，再把鳄龟放进后院大水缸。这是要防不请自来的小偷偷啊！朋友反复叮嘱，这鳄龟凶得很，闻到血腥味能瞬间把大鹅啃成白骨。越快越好，我明天要回老家。我拿着苏婉晴出轨的实锤证据找他分手。我们分手，现在就收拾你的东西，滚出我家。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当时只是被蒙蔽了，你再给我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行吗？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机会？你跟他在酒店缠绵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要机会？离我远点，不要用你的手碰我，现在就离开这里。我们相处了这么久，你一定要做这种不留余地的事情吗？3年情分，早在你出轨那一刻就断了，再不走，我就叫保安把你拖出去。将他赶出别墅后，立刻换掉密码锁。陈宇，你家怎么换密码了？我刚才输了以前的密码进不去。可临近过年，他竟厚着脸皮堵在门口。我和他真的没关系了，现在无家可归，你就当帮老朋友，这段时间让我住在这里。只是住几天而已，看在我们过去认识的份上，别这么狠心。已经结束了，这里和你没有任何关系。就算你死在大街上，也跟我没关系。别打这房子的主意。他早就摸清这别墅外表普通，内里豪华，储物间的物资够他们吃到正月15。我推开他进了屋，透过可视门铃看到他眼底的嚣张。跟你商量是给你面子，等你走了，这房子我照样能进来，你的东西也都是我的。我忍不住笑了，重生的优势就在这里，我早已布好天罗地网，就等他们自投罗网。为了避免上一世手办被毁、奢侈品被盗的悲剧，我找了专业搬家公司，将书房里所有手办单独装箱，送到另一套空置房存放。好的，陈先生，我们都小心，保证万无一失。随后，我把衣帽间的奢侈品、客厅的古董花瓶等贵重物品全部运走，绝不给苏婉晴一家可乘之机。房子不能太冷清，得留些惊喜。我买了几盆有毒绿植摆在屋里，把洗漱用品全换成过期的，储藏室的好酒换成假酒，高档冷冻海鲜也换成发臭的鱼虾。临走前，我叫人装了10几个隐蔽摄像头，覆盖玄关、楼梯、院子等角落。陈先生，所有摄像头都调试好了，支持手机实时查看、录像和回放，无死角覆盖整栋别墅和庭院。工人调试完摄像头，玉米蟒和黑毛蜘蛛也送到了。我把玉米蟒锁在书房，将黑毛蜘蛛放进主卧衣柜，又在大门贴了金属警示贴，内有凶猛宠物，请勿闯入，否则后果自负。我太了解苏婉晴，她贪慕虚荣，只会把警示贴当成恐吓手段。做好所有准备，我拖着行李赶往高铁站。上车后便打开了手机监控，监控画面起初一片安静，直到中午，苏婉晴果然带了个开锁匠过来。师傅，你能不能快点？这地方不能久留，要是被人看见就麻烦了。密码锁敲起来本来就费劲儿，再催我手一抖，把锁芯弄坏了，你更进不去。开锁匠手脚麻利，很快敲开大门。苏婉晴进屋检查一圈，见屋里干净整洁，喜出望外，又给了开锁匠500块换了新机械锁。师傅，麻烦再给我换个新的机械锁，要最普通的那种，越快越好。这些钱给你当加班费。好嘞，保证给你弄利索，绝不留痕迹。这一系列操作全被隐蔽摄像头拍得清清楚楚。锁匠离开后，苏婉晴直奔储藏室，看到满柜假酒和新鲜食材。此时我已抵达老家，被哥哥接到家中。躺在熟悉的床上，我再次打开监控。苏婉晴正带着林芷薇和2个调皮外甥走进别墅，笑得合不拢嘴，念叨着
等姐姐和外甥们过来过年。来了就好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能得意多久。一场注定惨烈的新年正式拉开序幕。林芷薇一进屋就满脸艳羡，撺掇苏婉晴死缠烂打，实在不行就怀个孩子赖上我，把别墅占为己有。婉晴，你听我的，这房子这么好，你就死缠烂打着这儿不走，等陈宇过年回来，你就天天黏着他，哭着认错，实在不行就想办法怀个孩子赖上他。林芷薇还偷偷说，2个外甥根本不是她前夫的，而是她前男友的，却一直骗前夫给抚养费。我立刻下载这段视频，让朋友调查她前夫的身份。咱们以后的日子就不愁了。姐，还是你聪明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到时候陈宇就算想赶我走，也得掂量掂量。再说了，他那么有钱，总不能真跟我一个女人计较。就在这时，外甥陈壮跑到后院，看到大水缸里的鳄龟，顿时来了兴致，伸手就往缸里探。鳄龟刚到新环境，暂未攻击，可陈壮愈发大胆，反复去摸龟背，下一秒就传来凄厉惨叫。苏婉晴和林芷薇飞奔过去，林芷薇看到儿子手背被鳄龟死死咬住，苏婉晴硬着头皮去掰鳄龟的嘴，松开，快松开！反被鳄龟爪子抓出多道血痕，好疼！鳄龟咬的却越来越紧。苏婉晴不敢报警，叫救护车，怕私闯民宅的事暴露，竟跑到厨房拿菜刀想剁掉鳄龟的头。就在这时，我故意给他打电话拖延时间。我现在在朋友家呢，我还有事儿，先挂了。等他回头，鳄龟终于松了口。陈壮手背血肉模糊，苏婉晴却依旧不敢出门就医，只能在地下室翻出急救箱，用早已过期的药物和纱布给陈壮包扎。他根本没注意保质期，这些药物只会加速伤口溃烂发炎。涂了这个就不痛了，再忍忍。等他想找鳄龟算账时，鳄龟早已钻进假山缝隙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傍晚，苏婉晴用储藏室的假酒和过期食材做了一桌子硬菜，用橄榄油时大把挥霍。林芷薇皱眉，质疑橄榄油味道怪异。这橄榄油怎么味道怪怪的？闻着不像新鲜的。高级橄榄油都这味儿，味道浓才正宗。放心吃，陈宇这儿的东西都是好货。2个孩子饿得狼吞虎咽，把饭菜一扫而空。半小时后，报应接踵而至。2个孩子捂着肚子频繁跑厕所，林芷薇空腹喝假酒，头晕呕吐。苏婉晴也腹痛难忍，头晕眼花，整夜在厕所和卧室间折腾。第二天直接虚脱摔倒，直到傍晚，林芷薇才带着脸色惨白的孩子偷偷找了家偏僻小诊所，简单处理。陈宇这混蛋，居然用假货糊弄人，害我们又吐又拉，差点没命。这笔账我跟他没完，不行，我得找他索赔，让他赔偿我们的医疗费和精神损失费。索赔？你怎么索赔？我们是私闯民宅，真闹到警察那里，我们理亏在先。林芷薇气得破口大骂，苏婉晴却眼珠一转，提议偷我的奢侈品去卖。随便卖一件就能抵我们的医疗费和精神损失费，也不算亏。他们万万没想到，奢侈品早已被我转移。对，还是你聪明，快，我们现在就去拿，趁没人发现，赶紧卖掉换成钱。等着他们的是另一个陷阱。哎，不可能啊！什么东西？好痛！有虫子！林芷薇吓得魂飞魄散，竟当场吓尿。苏婉晴打电话试探宠物毒性，被我冷冷挂断。陈宇，听朋友说你最近养宠物了，是什么品种啊？有毒吗？我刚才好像在朋友家看到类似的，有点好奇。跟你没关系，没事别给我打电话。姐，你再进去看看，说不定还有其他东西，就进去1分钟。我不去，要去你去，里面有危险。我要去捞鱼，我要吃鱼。壮壮，别下去，危险！放开我！这时，陈壮主动站出来，不顾刚结痂的手背，纵身跳进水池。他手背的血味瞬间引来食人鱼，好痛！撕心裂肺的哭喊声立刻响起。林芷薇拼尽全力才把陈壮拖上岸。不能叫救护车！一旦医护人员来了，我们私闯民宅的事就暴露了。不能再拖了，难道要看着他出事吗？两人商量后，决定到远处打车。可刚走出几步，林芷薇的手机就响了。苏婉晴惊恐哭喊：“动不了了，我不敢靠近！”
陈硕闯进书房，被大蟒蛇缠住了。林芷薇眼前一黑，当场晕倒。六神无主的苏婉晴只能报警求救。接到警方电话时，我正在老家烤肉。喂，警官您好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林芷薇醒来后反咬我，故意布局。我直接把监控发给警方，洗清所有嫌疑。我抢先把打码监控发到网上，断了林芷薇卖惨的路，又曝光她孩子身世的视频。她前夫暴怒找她算账，林芷薇仓皇跑路。得知陈壮因伤势过重被迫截肢，陈硕受惊吓胡言乱语，鱼在咬我。苏婉晴精神崩溃，被送进精神病院。两个孩子被送进福利院，常年打架斗殴。2个月后，林芷薇被前夫找到暴打，别打了，我现在就走。从此杳无音信。陈先生，官司赢了，法院判决您无任何过错，无需承担任何责任。这场官司我胜诉，上一世的仇怨彻底了结，作恶者终是恶果。